我用了 DeepSeek 还用了 ChatGPT 我去算命嘛，通过那个什么高导易断，用它来去算性格嘛，然后他算到说我性格很内向很沉闷，这不是简直就是一派胡言。就我用 DeepSeek 的话，它算的还比较准确的，但是用 ChatGPT 的话，我怀疑像 AI 它出来的，它完全就是像我们去打拼音输入法的时候，它是根据你平常时用的哪个词语概率最大，然后比如说我是对，然后后面他把那些东西说的很多，但是他对于那些初中的几何题，或者是说让他去给你去算时间，他有时候就是几年某年几月几号星期几他都搞错了，他不一定算，所以有一些那种像很牛的那些语言模型，他绝对就是把有一部分比如说比较偏文科的那些内容，你怎么说都是对的，或者互相就是唠家常的那些，他交给大语言模型。但是那些比较涉及到逻辑推理的那些的话，他就直接就是把那一部分功能给它挑出来，就说告诉大语言模型，你不能用这个了，然后把它接到代码里面让它去算。对，其实它至少能够调用一些工具，比如在线搜索呀，还有浏览器查询数据库、调用计算器之类的功能。对，我觉得就是有一，所以我前段时间我用 DeepSeek 去算，反正我把我出生的那个就是年月日还有时间时辰，然后再就是我出生的地点和我现在所居住的地点，我告诉 AI， 我看到就是前面说我们 DeepSeek 的话，它也直接告诉我公式，一般说什么男孩子6岁开始起运，女孩子3岁开始起运。因为我97年生的嘛，就是97加3，然后再加减乘除，除了之后取那个余数，然后一般是除以7嘛，取那个余数。如果余数是1的话，那是代表的什么什么命运，然后2的话代表什么样的命运，然后最后就是那个什么五行不是五行啊，还有那些就是性格那些东西，就是我只是让他帮我判断性格和我适合是说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居住到什么样的地方嘛。然后就是反正很不幸，就是五行的话，别人一般是什么缺土缺水，我是缺2样，一个是缺火，还有一个缺金，他算到，然后不是缺火，缺水和缺金，但是呢就是水和金的话就是被弄到那个就是火上面来弥补，所以就是说火运比较旺吧，但是可能就是有时候会比较感性。Leo 也来吗？来了。对，哇。你们刚才是在聊那个命理啊，是吧？对，我们从 AI 然后聊到了命理，然后再聊 AI 算命嘛。就是我用 DeepSeek 的话去判断性格，还判断的还很准。金木水火土，实际上金是石头的意思，就是在古汉语或者说金属吧，或者石头。因为我跟韩国朋友去聊，他们韩国人他也喜欢算这个，他把那个金的话直接翻译成 stone， 然后呢那个土的话他翻译成 mountain，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古汉语还是说韩语里面他翻译的，就是韩国人他理解的那个五行就是石木水火山，就是反正我只知道就是古汉语里面的那个金，它绝对它不是金子的意思。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呀。对，然后就是韩国人的那个版本。韩国他就是学中国的，他那很多那些汉字什么的，他们现在如果你要去看韩国人身份证嘛，他的那个姓是一个汉字，然后名字的话就是一个井号键下面一个圈的那种谚文，叫朝鲜谚文。其实他那个谚文的话，一开始设计的就是相当于汉语拼音，因为对于那些普通老百姓去学汉字，而且古代的汉字又是繁体的嘛，确实太难了。所以一开始他们想，就是一开始就是在明朝的时候，朝鲜有一位国王嘛，他想去引入谚文嘛，然后所有的大臣都反对，不是我们是文明人，我们是中华小中华。所以一定要用那个汉语汉字嘛。只有是说像那些蛮夷，就比如说什么人呐、什么女真人呐，
他们才自己搞自己的字。就是那个韩国世宗大王嘛，他说啊，这不是要取代汉字的，这只是相当于汉语拼音的存。然后后来他们所有人，都说好，那汉语拼音那倒行。然后后来是在韩国，他有一段时间他被日本统治，就是他在1912年还是1913年吧，当时韩国的韩奸找日本人去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嘛。台湾和韩国嘛，就直接并入了日本，成了那个相当于日本的那种就是自治区的一样的那种领土。但是很多韩国人就他都觉得其实我成了二等公民都不满，然后呢，他们就想去那个反正就想宣扬自己的民族性嘛。而日本那个时候他用的是汉字，他为了表示我跟日本不一样，所以后来他就开始推广谚文嘛。而现在就是那个朝鲜的话，它基本上汉字彻底的废除了，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一般就是像共产主义国家嘛，他更喜欢就是更加革新自己的那个文化，像类似的，当时越南它有那个南越和北越的时候，南越还在用汉字，南越当时的那些华侨，那些华人，他们很多做生意做买卖的，而且那个越南语其实很多那些发音嘛，跟广东这边的那个粤语还是很类似的。对，但是北越的话彻底的废除了，就是用那个拼音嘛，而类似的就是朝鲜的话也是彻底的汉字给废除了。中国的话一开始也是想彻底的拿那个汉语拼音取代汉字嘛，但是后来就发现主要就是那个声调嘛，会特别的不方便，就比如说山西和陕西。然后对吧？所以后来为了区分的话，陕西就是 SHAAN。就是多加了一个 A。 对，对，我觉得我不能聊历史了，要聊的话就滔滔不绝。我感觉这些历史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如果大家就是东亚地区大家都用汉语的话，用同一种语言其实更方便交流，但是可能不同的民族啊，不同的地区，它可能为了这个主权吧，因为主权其实包括很多个部分嘛，就语言文字上的独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吧，我觉得。对，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那个像越南，还有那个就是韩国人，他都用汉字，那我们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的，然后交流之后发现其实大家都是人。没什么两样，但是越南政府的话，他就害怕嘛，他为了就是制造一个信息的壁垒，他就让他们去写那个拼音，用拼音。如果是说写汉字的话，是可以交流的，因为之前，我认识有日本朋友嘛，跟他就是说英语，然后涉及到有一些概念，我们拿张纸就直接写汉字嘛。日本人他都会很多，日本人会的汉字比韩国人会多一些。韩国如果是说70、80后还会很多。但是90后的话，我之前认识有个韩国90后朋友，他说我会汉字，我会写20个汉字，看我棒不棒？我会写20个汉字。对，然后你要去看你要去写那个韩文的话，你会觉得他那个笔画嘛，就是韩文跟那个简体字的，就是你写完简体字再写韩文，就有点像你写完繁体字再写简体字的那种感觉，你感觉是更加简化的版本。但是由于它太简化了，所以你看韩国没有任何那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今年好像有一个了，韩国的。好吧。就是那个写女性发疯的韩国女作家吗？对。女性。对，其实那个《情深深雨蒙蒙》啊，其实他的那个原著就是琼瑶，他的原著就是写赵薇发疯的。当然不是赵薇，就是写一品发疯，而且他那个故事的那个背景啊，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陆司令吧，陆司令他们当时被解放军给赶到台湾岛了，背景是相当于台湾的那些军官他们的那个家庭，就是东北的家庭到台湾去了。但是后来我觉得他改编得很好，因为你电视剧要在两岸来播嘛，那你必须得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改成是说东北沦陷918之后。然后他们到了那个躲到了上海租界，
然后结局的话就是相当于一起来抗战嘛。但是实际上就是原版的那个结局就是最后赵薇她整个家庭破碎，然后她也是个叛逆女，然后她最后疯掉了，然后而且那个跟男朋友所有都给搞黄了。对，哎，那个你说对对。刚刚霍香说那个他嫌什么女性发疯，就是今年韩国的那个诺贝尔奖。我刚刚查了一下，是去年24年韩国有一个女作家叫韩江，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啊，是24年啊。对，她像有一些小说，素食者好像还改编成了影视剧。哇，哦，对。他是用韩语写还是用英语写的？应该是韩语吧。他的作品被翻译到了中法英这些国家，那应该是用韩语写的吧。突然想起来，就是今年的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写的那个《撒旦探戈》。对，前段时间还在看呢。哇。这个好像是一个南美洲的作者，看一下。对，南美洲除了巴西，还有那个法属圭拉那，剩下的全部都说西班牙语。那就是他们以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了。对对，而且就是那个你们以前有没有读过那个《百年孤独》还有《生死疲劳》？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我读过，我读的比较早。然后生死疲劳我看过一些，但没看完。那个就是百年孤独，你们读的那个体验感受是什么样的？我想你没读过是吧？我没有。对，你可以讲一下那个故事的一个梗概吗？我觉得那个书给我的体验就是，他写了很多代人，就是对，他围绕着一个家族写了很多代人，然后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一种宿命轮回的感觉吧，就是它不同代际之间其实是有那种代际传承，还有那种性格呀、人格上的相似，包括那些人物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它能够形成一个轮回和循环吧。就是里面也写了很多那种类似于发疯的那种精神病一样的人格。而且它里面很多，你说吗？就它里面很多那种，就是哥哥和妹妹结婚生小孩，然后再就是那个儿子和姑姑，对，然后他们俩结婚再生孩子，反正就是感觉好，就是三观很不一样。有的地区可能对这个近亲结婚比较忌讳，但可能不同文化我不是多了解，他们可能对这个不是特别在意吧。然后而且我觉得我想说就是古时候就早些时候，其实人们的那个交际范围它本身就很小嘛，不像现在就是流动性这么大，你可能一个人他这辈子认识的那些同龄男女青年就是自己家族内的。好像我听说人的基因，它为了避免近亲结合，它就会主动的是说就是让我们对于那个一起长大的异性会就是性冷淡，或者说就是不感兴趣。我觉得应该有一点吧。具体他那比如说那种他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但是从小不在一起长大呢，
那可能就没有，是吧？那可能也是因为生活习惯上，他本来已经有一层亲密关系了，他没必要再去就是建立一个让别人觉得很奇怪的关系。我原来就是初中的时候嘛，班上有就是有一对同学，男生和女生嘛，他们就是特别的亲密，然后就是也经常一起关系特别好。然后当时班上很多同学传八卦，说他俩是不是想谈恋爱呀？但是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俩就是亲兄妹，但因为父母都离婚了嘛，然后姓也改姓了，但是后来他们这会儿分到一个班上了，然后失散了，小学失散了几年嘛，然后之后就感觉是像那个就是久别重逢，所以就特别的亲。哇，那太幸运了。对对，藿香是独生子女。对，我是。那个，可能你是吗？我是呀。哦，可能你之前跟我说过，我搞忘了。但是那就，就我不是，感觉我身边的这些同龄人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跟那个计划生育有关系吧？这个感谢。当时你父母怎么样逃避计划生育的那个处罚？主要就是他们有那种管这方面的那些人嘛，就如果你怀孕了，那你就尽量不要出门，或者说到别的亲戚家去躲嘛，去避嘛。然后实在你逃不掉了，那可能就就是如果生下来的话，就可能会交罚款嘛；如果没有生下来，可能会被抓去流产吧。那还挺恐怖的。对，计划生育时期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村子里或者一个社区里边，它有那种专门查计划生育的那种，类似于纠察队一样的。对，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就像纠察队一样的，天天在街上转呀，在村里边转呢。就像红卫兵一样。我觉得那说明你们那边的人还很好。我记得我妈妈说，当时她怀我的时候嘛，然后就住在农村，然后周围的邻居啊，还就是看到，因为你不可能，就是你那几个月都待在家里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嘛，二门不迈的嘛，所以他出去，别人还打听，这是你是不是投胎？是不是投胎？我要举报给计生委。算了，不好意思，就是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利用人性的这种底层人性的恶嘛。其实你要说那个文革，它其实就是放大人性的恶，然后让人与人之间互相就是互相检举揭发，对，然后那样子就是反而治之嘛，反而治之。你要说像以前的地主的话，其实我听我爸爸讲，就是你说什么人他最能成为地主，因为根据我们老家之前的传统啊，他是说就是他是长子继承一半的田地，继承一半的那个财产土地嘛，那很有可能，如果说他那一方是长方、长子、长孙，然后同时他只要不赌博，这不抽大烟，对吧？那同时又比较肯干，那2-3代那马上就积累了很大的财富嘛。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像地主，和就是说有更多田地的和其他的那些，互相之间都是叔伯子侄大爷，然后他有多余的田，但是没有人耕的时候，然后农忙啊、农闲啊，就请一位长工过来帮忙耕一下地嘛，然后再其实也会对他们很好的，就像有一些好的老板对好的员工一样，而且大家都是一个家族一个姓的人。好，然后呢，然后一开始就是要那个就是土改的时候嘛，土地改革的时候呢，他就是首先就是要分那个阶级，因为如果你就原来的那个
中国2000年前以来都是那个皇权不下县的，都是皇权不下县的，基本上到了县以下的话，就是乡村的宗族自治了。好，然后呢，然后但是你想那个就是新的那个就是无产阶级，我想破这个局怎么破呢？那就是给你分而治之嘛，我就是把你分成，管你什么叔伯大爷，你有的是那个地主，有的是富农，然后大家都一起来去要检举揭发，然后像，但是我听我爸说有一说一啊，就有的人他其实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但是因为他恶贯满盈嘛，所有人都不待见他，所以别人也说他是地主，然后最后也去斗他，就是想收拾谁给他安个帽子就行。对，然后就说到那个计生委嘛，后来像我家里，因为我就是第一胎嘛，所以后来就到了那个时候98年的时候就没有被祭掉，但是很不幸的时候，就是我爸他有一个好朋友，然后呢就是他朋友的那个妻子嘛，都已经怀孕，就是第一胎生了一个女儿，96年的，然后第二胎的时候就是都已经怀了6个月了，然后被抓去强行的给他堕胎，强行的堕胎，然后。还有一个故事是，那90年代其实稍微好一点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去说，除非是体制内的话，那工作可能就不保了。但是如果不是体制内的呢，那你只要交钱或者坐牢都行。好像那个我还可以用坐牢的来抵这个罚款吗？对，他可能用那个坐牢的这个威胁来逼你去罚款，逼你去交罚款，可能这种。我有个同学嘛，当时说他爸爸因为生了他弟弟嘛，然后最后说要么给抓进去关半年，或者是说1万块钱，然后他爸最后就交了1万块钱的罚款。那个时候1万块钱，那估计相当于现在可能有个30-50万吧，我不知道。我估计差不多是这个数。对，那个时候工人工资可能一天就几毛钱。啥时候啊？就90几年吧。90几年还好，工人一个月工资有好几十块了。我说一天，我说不是一个月，我说一天可能就几毛钱。就不对啊，我一天我记得我爸爸他在那个他9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他就是暑假的时候，他去在工地里面做临时工嘛。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是2块钱，一天2块钱的工资，90年还是92年吧，搞忘记了。然后到了那个就是98、99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好几百吧，有个好几百人民币。但是那个时候是下岗潮，就是眼睁睁的看着那些厂里面都慢慢的就是没有业绩了，然后让你回去放假，但是也没有工资嘛。然后后来我们湖北就有很多的那些下岗工人，对，很多下岗工人最后通过朋友介绍，发现那个广东那边有那个企业嘛，因为他就是相当于说是要把那个说国家宏观的政策是要把那个企业都迁到沿海，那样子跟国际接轨嘛。但实际上你要实质的话，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你就是他不是说把你整个厂都搬迁到那边去，而是说有一批人有一批企业全部都破产掉，然后到广东那边又新兴的另外一批企业。但是我爸爸就是说，他说他去广东的时候，那些企业反正那肯定是就是整个所有的那些待遇还有那个就是福利嘛，那通通的都没有之前那么好。就比如说他们当时就是我爸爸他是那个他年轻的时候他是电工的话，那原来在湖北就是在国营的厂里面的时候是那种就是相当于一个电工班里面可能有20位电工，10位20位电工总共，然后3班倒，就是每一次只上8个小时的班嘛，而机器的话你24小时运行，那然后有那个有白班、中班和夜班，然后而且就是工资的话还很不错。但是呢，到了那个就是私人的那个企业里面去了之后呢，那就是变成就是12个小时2班倒，而且从20个变成2个电工。20个电工变成2个，你要知道他这边效率至上嘛，有多么恐怖，那肯定活儿比较多起来了嘛。然后
然后我还想说，就是感觉这次又不能又聊得太杂了，对。对，那个计划生育嘛，就是前面你不是说那几毛钱的工资吗？80年代好像是几毛钱，80年代的时候，然后我说的这个几毛钱主要是指那种普通人嘛，就老百姓，像你80几年、90几年，能去城市打工的，那毕竟也是少数嘛，多的还是农民啊，对，农民，然后当时那个农民嘛。我就想到了，就是之前在那个60年代的时候，也不是60年代，就50、60年代，然后国家不是说要有很多那些三线的工程嘛，然后要抗美援朝，那就需要粮食嘛，粮食的话，那肯定从老百姓那里征收嘛。一开始土改之后是说，你现在终于2000年农民终于当家做主了，都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然后他其实这个一开始就是如果说有那个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进城的话，他那种感觉就像比如我们是租房子，然后突然就是把我们的那个房东都抓起来枪毙，或者抓起来给他关起来了。好，然后呢告诉我们现在所有的那些租户嘛，你租的那一间房或者你租的那一套房就是你自己的房子了，那肯定所有人都很开心呢，都支持他。但是呢还没有几年，就5年之后嘛，然后就变卦了嘛，就是说现在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土地啊，然后就相当于你这个房子你只有使用权，你没有那个拥有权。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同为那个共产主义国家，你看越南，因为越南它统一才是70年代的事儿嘛，所以南越那边的话，它还是保留了之前有一些独特的一些资产阶级的一些文化嘛，所以说他的那个土地不是国家的，是私有的。那这样子就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如果是说，除非是说要修路吧，修路的话，那全世界那一般那个土地征收了之后，那基本上就是强制征收的，但是如果是说你要修一个什么工程，或者要拆迁，你要去盖厂。盖办公楼、盖机场什么的，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他就可以坐下来跟你谈，不是说你必须得搬迁，国家给多少钱，你们都得搬走，而是说，如果有的人你给我1个亿，我都不搬，那他那个工程他就修不了。你可以就是那是你自己的屋，你自己的地，就是那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嘛，你想卖就卖，然后不想卖，他们总经理要过来跟你谈。然后，对，然后前面不就说到那个80年代嘛，我想聊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建国门事件呢？就是跟一个计划生育有关的一个故事。没有，不知道。就是当年在河南嘛，就是有一位那个军官，他到北京去那个当兵嘛，然后在北京就是开枪打死了很多人，至少好几百人，然后最后他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他本来就是也是农民的孩子，然后最后当兵入伍成了军官，他还因为表现优秀，而且还是部队的神射手，他被提拔到了那个营长。好，然后呢，可是然后美中不足的就是他老婆只生了一个女儿，就在老家嘛，然后后来好不容易嘛，就是意外怀孕，怀了一个儿子，然后呢，怀了儿子之后，因为部队他会把那些就是跟家里面人所有的通信嘛，领导会拆开去检查的，所以他们团的政委嘛，就拆开就是查到他的信嘛，他老婆跟他说生了一个儿子嘛，然后他那位政委就想啊，那完了坏了，因为现在国家正好那个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然后呢，那所有的那个部队评优评先的话，他只要有一个坏分子，他不遵守计划生育，那我们整个团都评不了什么先进了。所以那位政委他就偷偷的去联系他当地的他们村的那个计生委嘛，把他老婆抓出去强制堕胎啊！但是因为孩子已经怀了好几个月了，
快要临盆的那种。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强制，而且真正堕胎其实是很残酷的，那就是拿剪刀，就是伸到产道里面去，直接把婴儿的那些小手小胳膊给它剪下来。然后但是呢，因为婴儿的话，他感觉到有外部的入侵嘛，那样子的话，他会更加的去，就是他那个脐带嘛，胎盘，他会更加的去增加和母体的联系，然后呢，就是整个血管的话，就是更加的密密麻麻的联系嘛。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把它强行的给它拽出来，那就会导致大人就是母亲会大出血嘛，结果最后就是一尸两命，孩子流产了，然后大人也没有保住，最后就是那位营长嘛，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是整个人痛不欲生嘛。后来他又知道他是他们那个政委干的事情，他就决定干2件事情。第一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嘛，就是直接拿把枪，偷偷的就是好多子弹走到他们营长的那个办公楼里面，不是营长，就团政委的办公楼里面，把那个政委当场给他崩了之后，他准备叫一辆出租车嘛，到中南海里面去武装上访，然后告诉司机我要停到中南海。但是司机的话就是感觉看他那凶神恶煞，整个人那么盛气凌人嘛，开到了那个建国门那边，就北京那个他就决定跳车逃跑嘛。如果是说当时直接给他开到中南海，那就不会有无辜的百姓了。但是他在建国门跳车跑了之后，那肯定就是肯定就是那位营长他见势不妙嘛，就把那人崩了之后，最后就有警察过来抓他嘛。然后最后他整个人就是相当于在建国门去，就是以一己之力嘛，然后几百颗子弹，然后去跟警察交火，警察完全对付不了他，武警也对付不了他，最后是军队过去把他击毙嘛。然后他好像是说最后一颗子弹留着自杀了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双方开火都伤害了有很多一些无辜的北京市民，甚至说当时那个伊朗外交官的那个女儿，就是也是在就是他们有一辆外交的那个车嘛，也是在这一次那个交火当中不小心那个丧生。好，但是如果是说这个故事的话，当时在80年代新闻联播里面，他肯定不可能说是我们国家计划生育有问题嘛，而是说他把所有的投射都投射到那位营长，说他就是一个平常是小肚鸡肠，然后跟上级没有关系，同时又是急功近利的一个卑鄙小人，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个反社会人格导致的这一起悲剧。然后呢，从此之后嘛，所有部队里面那个枪和子弹都得分开放，就是管枪的人枪里面是不上膛的，也是没有子弹的。只有是说有了特殊的许可之后，才会允许你去装子弹。真第一次听啊！我这事件在外网活得很少，看别人讨论，可能我关注比较少吧。对，其实这个，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有正能量的话题，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聊到这个。然后就是总而言之嘛，就是像湖北嘛，以前还有一些厂，然后呢，后来慢慢的就是都搬走了，然后湖北就成了基本上是打工大省，湖北人基本上都是到浙江啊，到广东去打工，就是以前的很多嘛，现在很多到武汉去打工的。然后呢，那如果不想打工怎么办呢？那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就是得努力的考上名校，然后进体制，或者是说那个考上公务员。对，其实我觉得像那个山河4省嘛，应该至少得加上一个湖北，因为湖北的文化其实跟他们那边都也很像。他们之前说那个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那是老一代的湖北人，可能是民国的时候，因为当时很多武汉人出去做生意啊，然后那个时候湖北它因为有整个长江嘛，水路很发达，九省通衢，所以就是做生意的比较多，而做生意的人通常比较精明嘛，或者有时候会耍一些小心眼啊那些东西，而外省人接触的湖北人又是那些做生意的湖北人，所以他们会觉得湖北人很狡猾，很那啥。但是实际上到现在就是我们这一代的那个湖北的，就是或者说我认识那些同学嘛，大部分都是还是没有那种就是创业企业意识，
都是想我要好好考进去，然后我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个是主流。对，陕西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陕西人那个，就是你感觉这个地方的一些性格呀？我感觉汉中这几十年的遭遇跟湖北挺像的，因为它也是60、70年代承接了很多三线企业迁入，那个时候因为企业迁入的话带动当地就业嘛，然后也带动了很多经济发展，还有人才输入。那个时候汉中还算挺红火的，但是改革开放之后，80、90年代，很多企业要不搬迁到更发达的地区，要不然就直接破产了，要不然改成了私营企业了。现在能留存下来的三线企业不多，然后汉中，工业发展的可能没有60、70年代那么旺盛了，所以现在也是出来打工的比较多吧，留在本地的出路没有很多，也是基本上考公考编嘛。本地能给你留下的机会真的很少。还有一个你们说，还有一个就是像陕西还有湖北这种偏内陆一些省份，它营商环境确实没有广东或江浙那么好。广东是当时受国家政策扶持嘛，搞新自由主义，它是利于资本还有资金流入的，它是拉拢外资，所以扶持资本去压低工人的抵抗性。然后江浙现在那主要是政府效率很高啊，而且它通过把经济搞好，正常收税也可以达到一个很不错的收入，所以当地官员没必要去吃拿卡要，不像很多内陆省份的话，你要去营商，你赚钱的话，可能随时随地都会被政府突然干掉，说你这个违反了什么什么规定，然后导致商人很没有安全感的话，生意也做不起来。之前湖北首富是这样子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故事啊？湖北首富？湖北首富，他之前进体制嘛，他觉得体制，看了工商业发展情况之后，他学了那一套，觉得出来单干比较好。就他创业很多次，但是被政府也搞过很多次，进过4次监狱。那最后一次又是被偷税漏税的罪名告了，但他跑到国外去躲了几年，最后想搞他的官员下台之后，他才敢回国，然后被关押一段时间，最后被判无罪了。到底是谁呀？我不记得了，但这个 B 站一搜可以搜到。他现在还在中国挺活跃的，但是不敢在湖北做生意了。就当地的官员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权利嘛，然后再去搞远洋捕捞，对吧？而且，而且一旦是说那个沾上了官司嘛，那就是，那律师，我觉得全世界，因为律师他其实就是一个中间商，他去，他去给你提供服务，但是他肯定他会去拿一些就是中间人收益嘛，所以说一般情况下，两方有矛盾最好是两方一块儿去解决，但是如果是说一旦有人去找律师说要去告他的话，那可能就是双输了。当然其实也有很多很有正义感的律师吧，但是一般情况下像普通省份的，包括江苏啊，江苏的那些律师，你一旦是说打官司，他就说我帮你搞定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会去，你这个钱给我，然后我去找谁找哪位官员，我上头有人，但是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人，他那个钱你觉得他去打点官员，他会给你收据吗？如果不给收据的话，你也不知道这个钱最后到底有没有用到刀刃上去，而且实际上有的时候根本就是没有罪的。我就觉得像在那个美国嘛，它跟中国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区别就是它那个政府它权力它有一个界限，它不会说是导致
当然这是那个大老王的频道，我只是引用他的观点啊。他说，你看，比如说那个马斯克跟那个扎克伯格两人有矛盾了，如果是说放在中国的话，那可能那个扎克伯格他会找他当地的那个就是警方嘛，公安部门去随便去找那个偷税漏税或者是什么那个罪名嘛，然后让他们远洋捕捞，从那个扎克伯格好像是在加州吧，从加州到德州去抓马斯克。啊，然后马斯克的话，他也会去找他当地的那个警察，去抓扎克伯格。那样子的话，他就导致那个巨量的财富嘛，他被那个就是相当于被政府部门给拿走了嘛。因为你请他帮忙的话，他肯定找你要钱，对不对？找你要钱，然后最后呢，就像山西，他说，山西的2位煤老板，啊，最后就双方都是坐警车上下班，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要告我要告你，但是呢，根据国家的法律的那个规定嘛，如果是说我牵扯到另外一个案子的话，啊，那在那个案子结束之前，我是不能被另外一个案子给带走的。好，那我知道，可能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鄂州的警方嘛，就是假设我在鄂州，然后你们在汉中，我知道汉中的就咱俩有矛盾，然后汉中的警方要到鄂州来抓我了之后呢，然后我就自己告自己，因为鄂州的警方是我相当于跟我是好哥们那么多年供养的，然后我自己告自己，然后让鄂州的警方先来抓我，但是这个案子一直没有侦破嘛，所以说汉中的警方大老远的到了鄂州来，他就没法动我，然后呢，我每天都会坐鄂州警方的警车上下班去办公，然后同样的你们也是的，你们每天坐汉中的那个警车上下班，那样子鄂州的警察也只能守株待兔了，然后暂时的给他保护起来了，这是对，你相当于交保护费了。对呀，对呀，但是如果是说在美国的话，那他们也会打官司，最后他法律会有一个最终的那个判定嘛，赔多少钱，那就是赔多少钱，那就不能是说再告第2次了。他那大不了就是互相之间在网上骂对方，写书去骂对方，不会是说一搞就说要说你是诈骗犯，你要偷税漏税，要去查你的账，对吧？对，是的，现在浙江老板也是这样保护自己，因为浙江它民营经济比较发达，所以很多外省警察都比较眼红，都想过来远洋捕捞抓浙江老板，但是浙江警方已经贴出公告说，他们从浙江土地上带不走那些老板，相当于地方把那些老板保护起来了。对呀，而且其实我觉得老板的话，你是增加那个就业机会的嘛？他其实他是社会财富的那个创造者，他不应该是说受到很恐惧，或者说受到那个地方权力的压制。而我发现就是在湖北所有的就我认识的那些就是身价超过1亿的朋友，他们都是跟政府有关系，然后做的是一些政府的工程。我说的是他父亲嘛，他那个同学，他是做政府的工程，他只是权力的一个附庸。然后那些大基建的话，最后他们去拿一些回扣嘛，但是很少是说在湖北你去看到，就是像雷军他自己，他有一些独特的个人魅力嘛，他做起来了，可能武汉也有类似的那些公司吧，但是我能够接触到的那些，那基本上都是相当于都是权力的附庸，而且他有的他可能只是一个幕后的。就是相当于他只是一个台前的老板，体现某因为公务员不能经商，对吧？那如果公务员他想经商怎么办呢？他找一个可靠的人，或者找他最好就是他兄弟了。如果不是他兄弟，什么女婿、妹夫那些，反正要么就是至少是要有姻亲关系的。好，然后呢，你来做老板，然后我那些政府的我投标嘛，我优先来投你，然后那个回扣的话，你重新再分给我，他是这样子一个模式。对，然后政府嘛，你不管是说做老板也好，还是怎么样，他国家的你要用钱的话，很多大部分都是商业税嘛，商业税是最多的。可是呢，很多那些交了税之后，你也不知道这个税它用到哪儿，全国人民的钱，或者是你多交点少交一点，
好像也没啥区别。所以呢，就是英国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嘛。其实英国它一开始它有那个就是立宪会议的时候，不是制宪会议的时候，就是因为它出了有一个暴君国王嘛，叫约翰一世。然后那个人完全就是头领长疮，脚下流脓，反正就是比隋炀帝相当于英国版的隋炀帝啊，而且就是因为他叫了约翰一世，他的名声太臭了，所以说英国所有的皇帝后面就再也没有约翰了。好，然后他经常打仗嘛，打仗之后就找贵族借钱，但是他打仗又老打输了之后他就没法还钱了嘛，他就想抵赖，然后他就想找罪名去把那些贵族给抓起来，我把我债主给抓起来，那我就不用还债了嘛，对不对？然后也是在他的手上，英国相当于他丧失了所有法国的领土。然后继续说。对，还有我看一下，我怕的像上次一样，就直接说到点儿了，我还在那里叨逼叨了2分钟，我才意识到，哇，这会议已经结束了。对就是对，然后我说一个题外话嘛，就当时那个英国和法国，他那个关系他是这样子的，就是法国国王下面不是有诸侯嘛，然后呢，其中法国有一个省嘛，就是靠近那个法国诺曼底，再往那个西部那边，那个省它的诸侯，就是那个就相当于那个省的伯爵，对，他那个省的侯爵，他同时也是英国的国王。然后所以法国国王就不爽嘛？为什么？这就有点像，比如说你是微软的老板，对吧？然后你知道你手下有一个部门经理，他同时他也有他自己的公司，他在你这儿他是你的部门经理，在他自己的公司里头他是 CEO， 所以就想弄他。然后英国那边最后英法百年战争就是这么打起来的。然后他就比较有点像日本跟中国的战争，然后法国是先败后胜。对，然后后来打输了之后，那位约翰国王所以所有的贵族全部都过来群起而攻之，然后把他抓起来说，你现在必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都借了那么多钱了，打输了那么场战争，所有的海外的领地通通的都给你玩丢了，就是你还想找我们借钱，你还想花我们的钱，所以那就得去来约定议会的那个权利。然后后来英国几百年之后嘛，他的那个资产阶级。就是更加发达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国王你要修一条路嘛，修一条路的话，你就得去找那些企业家、企业主、商人，你去找他们征税嘛。然后他们征税的话，他说可以，我这个钱可以给，但是我要知道你这钱你是不是吃哪卡药去了，你是不是贪污了呀？我总得知道我们这个钱你是得用到哪里去。所以后来就开始成立一个委员会，然后来商量。20小心，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钱，你要修路的话，这个钱预算怎么拨，东西怎么弄。他们是把那些权力的那个就是当权者当成小人一样来防嘛，所以后来像那个委员会最后就是议会的前身了。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以前都看的是初中历史课本的官方版本，我以为咱们资产阶级开始崛起之后才形成的议会，然后才把国王权力给限制住，就完成了光荣革命嘛。没想到还有这一套说法。哇，你的记忆力真好，都10几年了。我们这是初3学的课本，现在你的光荣革命你们都记得住。对啊，所以就是如果是说政府你想去那个，比如有个项目吧，像有的说法是说那种就是，你想那个来获得额外的权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疫情的时候。像疫情之前，所有的大学校园，甚至我们之前高中校园里面像花园一样漂亮吗？因为外面人可以随便进的，但是因为疫情之后，疫情之中嘛，他说你为了那个方便管理吧，必须得刷脸才能进，所以就导致那个校门被封起来嘛。封起来了之后呢，然后疫情结束了，他也没有取消，他那个权利拿走了就拿走了。对啊，这个非常可惜啊。现在搞得中国大学还有校园单位越来越封建了，就是到处的建篱笆，然后上面安铁丝网，都在刷脸，然后招保安，就像是建立自己的城堡一样，把外人当贼一样的防。这个在广东让我特别不爽。
啊，以前广东现在学校也不让进了嘛？对，现在学校基本上都是封闭的，除了少数学校有开放预约系统，就是你现在系统上提出预约，然后如果对方审批通过，你就可以进，基本上都是可以审批通过的。但是毕竟你手续麻烦之后，别人进来没那么方便了，对呀、是这样子。好像香港理工大学啊什么那些，以前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就是像内地这样子。然后，如果是说国外的话，也有学校它有那个围墙，然后门卫的话他会问你那个 ID card，也那个学生证嘛，像印度有些学校就是的，但是同时也有学校呢，它是虽然有那个围墙，但是所有人都随便进。所有人都随便进，然后甚至还有学校，像那个英国有个谢菲尔德大学，它是根本就没有围墙，它所有的那建筑物嘛，就在街道小镇里面，跟那小镇融为一体。你可能这一栋楼，它是学校的某一个系，然后呢旁边那就是居民楼，或者说旁边就是那个餐厅、咖啡店，然后像牛津大学的话也是，它好几个不同的学院嘛，都在牛津这个小镇上头，然后有一些的话是围起来，有一些的话需要门票，但是也有的地方可以免费开放的。挺好的。我觉得能到处串门，看看别人是怎么样学习，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过程。像长沙，它在疫情之前还有疫情之后，岳麓山底下那几个大学基本上都是开放的。各个学校可以相互串门，然后可以自由谈恋爱，我觉得很不错，比广州这边好多了。广州这边还是太爱修围墙了，然后搞得很行政化，干什么都要审批才能通过。哎，我记得广州以前，我零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广州，不是在广州，我在中山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当时他们很民主啊。就是经常会有一些选举啊，然后甚至说6一儿童节的时候，周围村民，因为我当时在广东农村上小学嘛，然后当然他说是农村，实际上是小镇嘛，所有的农民的那些田地都变成工厂了，他是那种情况。好，然后6一儿童节的时候，村民都会互相来捐款，然后来集资给我们买一些零食啊，买一些饮料啊、礼物啊那些东西。然后我会觉得他是在民主化的那个过程当中在走嘛，而且那个时候很多香港老板，然后就是一般的那些香港人嘛，他们通常就是带个就是几百万港币，过来的话，那就成了老板的，然后可以随便招人招厂，所以当时为什么改革开放先从广东和那个就是福建那边开始？那就是因为华侨比较多，因为华侨的话都会有一些乡土情节嘛，他会想到不管国际上怎么样制裁中国或者关系怎么样，但是一旦是说这边政策可以让我回去开厂，那我不就是衣锦还乡吗？那我可以把在国外打工挣的钱带回来去办自己的企业，然后那我多有面子，就跟朱元璋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我之所以我可有今天呢，我就是得回去让我之前童年的发小看到。对，但是我也觉得，其实像那些什么自信的这些东西，其实尽量还是不需要外界的认可，应该是说源于内心的。因为如果是说你就是外界的那些，它是很不确定的嘛，我们需要寻求认同，有时候能够得到认同，有时候得不到认同。但是如果是说真正内心认可自己了，那其实有没有外界的认同也无所谓了。是啊，现在确实得内心强大。去年，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几个主要在讨论民主政府和，就是那种包容性政治体制和吸血型政治体制的区别嘛。然后当时中国主流媒体都不敢报道这个事情，也不敢宣传他们的作品，因为其实中国除了沿海开放的
一些城市和省份，大部分政府相当于还是在吸血的，还是那种比较封闭的政治体制，它并不是为了市场经济提供一种支持服务，它是从其中那种汲取他人的资源，两者差别还是挺大的。对，我有一次在就是因为爱尔兰这边东北人很多嘛，就是然后我有一位东北朋友，他给我分享有一个视频嘛，是讲有一位90后的东北，好像是说造我搞忘记是电动车还是那个太阳能板，对吧？他一直他就觉得我要觉得东北不可能，不可能那边那地方整个白云黑土，然后资源什么都很充裕嘛，不可能是说衰落成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就是有异乡的情怀嘛，同时也有资本也有技术。然后为什么我不回我东北老家去建厂呢？啊，但是建了没多久之后，就是他直接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条视频，我整个人要哭了，因为就是消防部门、环保部门，他一看啊你这边有声有色的，好像挣了点钱，他就过来查你，查了其实就是要行贿嘛。也是这样，要行贿，然后最后他合伙人最后企业都运行不下去了，合伙人都要走了。他那个时候他真的哭了，他说他很不想放弃，他很想振兴自己的家乡，但是现在官员这样子就是竭泽而渔。然后他说你看这黑土地，这脚下的黑土地，这那么好的资源，然后就是而且人普通的老百姓也那么的，就是淳朴，但是现在我干不下去了，可能我的企业我也要关门了。挺可悲的。好像最近看网上有贵州老板也是这样遭遇，好不容易厂建起来了，投了好多个亿，结果当地政府说你不合规，就把你厂给封了，现在老板连厂都进不去，他们政府也没有接管过来继续运行，你这样厂在那闲置着，也没有生产任何产品。唉，但是不过就是有一说一啊，我觉得，对，因为前面都说太多负能量了嘛，我觉得就是你要就那啥而言的话，我觉得在我鄂州的老家，就是政府部门，尤其是年轻的这一代嘛，他们首先服务态度非常好，而且效率的话比以前也高很多了，而且呢，就是之前公职人员他可以随便的公款消费，啊，比如说你要出差，那都是只是一个人嘛，我去订3个人的大套房，啊，然后呢然后只是只是一个人可以吃1餐饭嘛，但是他利用这个权利的便利嘛，他把他的那个孩子也请过来，然后点一大桌子的菜，吃不完之后无所谓，反正公款消费嘛，然后就是说相当于有1亿吨粮食，每年1亿吨粮食被浪费掉在这个上头了。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就是你每个人都必须得有一个固定的那个标准嘛，花钱的一个标准，然后所以就会稍微的好很多。现在励志是比之前严格很多了，有目共睹的。对，而在我们老家还建了有一个便民服务中心，就是在有一个就是它那个建筑有点像那个世博会，上海世博园里面的有一种有点那种就是中国风未来感的那种建筑。然后我说那是什么？当时我问出租车师傅，他说就是因为之前嘛，比如说你要去办个什么证嘛，就经常就是各个部门之间到处去跑，然后有的部门在城北，有的部门在城南，然后就很不方便嘛。所以说这个便民服务中心的话，它是相当于它把所有的那些我们再开一期吧。啊，好。腾讯会议，等一下，腾讯会议的右下角有更多嘛，然后有个云录制。对，我正在录了。对，挺方便的。好的，对，然后我们总共可以就是一期的话，如果2个人的话可以无限的聊。当第3个人加入的时候，从第3个人加入的那1秒钟，就可以就是最多聊60分钟，因为我这是海外版的，国内版只能聊40分钟。
就是一期60分钟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多聊2期这样的。对啊，我知道了。对，然后就是你最近都还好吧？最近挺好的。现在就像国内的那些就是 APP， 就是你一般用什么平台用的比较多？是比如说是微信小程序啊，还是百度，还是什么别的？你说是 AI 平台吗？对。AI 平台的话，现在用的比较多是这几个吧，一个是豆包，豆包它下载量是最高的嘛，然后它功能也是比较齐全的。然后DeepSeek 的话，它已经融合进各个平台了，所以现在它单独使用量没有那么多，基本上就是把它融进各平台里面使用。然后如果做一些 AI 创作的，就是用极梦 AI， 现在比较火一些。剩下的那些应用软件，你可以在中国的那个应用商店里面看它 AI 的最近排行，它会有一个实时的排行。小程序的话当然是微信了，当然如果你要开发 APP 的话，就是在中国的应用商店里面可能不一定会给你推，当然小程序也是一样的道理，就你做是能做，主要是官方是否给你流量去给你推广。这个有我之前就是爱尔兰公司的那个营业执照，我去申请上的 vivo 应用商店的那个发布的那个权利，所以可以在 vivo 至少 vivo 应用商店上面可以发，它要求要有公司。然后那个这样的，对别的平台我还没有查，就是还有什么像小米啊，还有那些我不知道，我知道然后微信小程序的话，我也在研究一下怎么样给它部署。对，总之我之前确实，因为医学院它很少开设那些编程相关课程嘛，然后只有少数学生会自己去学，就是用 AI 辅助开发一些应用程序，或者是学这种Python、Java 这种开发的。大多数医学生都只是为了做科研，或者为了完成某些课程，然后学习某些那个编程语言，但是很少应用。这样子。对，我觉得程序员的话，估计更少应用那个什么人体解剖学啊，或者是观察人体的内脏、五脏六腑那个，这个，而且其实说实话，那个编程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就是其实总共如果是说就是系统性的学20个小时，20个小时，所有那些编程的基础全部都可以。来弄好，就是说至少能够60%-70%的那些情况都能够处理好，然后像那很快了。对，尤其现在它有 AI， 但是呢 AI 它是反正就我个人的体验，它可以就是它外表那个外壳给你做的很好看的，但是其实里面很多都是一些硬编码的，都是那个。都是需要很长时间去给它调试，才能够弄上去的。我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那个玩具，你从外观看，哎，它是一个玩具小车子，但是它那个轮子它是直接焊上去的，你根本就动不了。从外面看的话很炫酷，对吧？但实际上后面你要调，你要让它轮子能动，那肯定还得去把那些就是那个轴承啊，那些结构给它拧一拧啊，对，然后。而且它很多那些 bug， 就是它得需要有一定基础来去把它想好。就是如果就是一个人他有一定的那个程序员的基础了，然后呢再去用 AI， 他会用得很快，而且他问 AI 的问题，他会很问到点上。但是如果是说外行直接去弄 AI 的话，或者说就我弄一个，比如说像什么金融 APP， 金融那个网页前后端吧。当时我试过用那个就是 ChatGPT，
然后反正5天，我就按照他说的去做嘛，我还不是说让 AI 帮我写代码，就是我就直接从头去问，然后就是然后他给我列了10步嘛，通常可能做到第3步的话就卡住了，卡住的时候，然后我再去问 ChatGPT， 然后 ChatGPT 他又回我只是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嘛，他只是一个长篇大论，然后又是10步，然后我又是弄到6、7步又卡住了，你卡住之后，他给你好多不同的方法，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去用那个 AI 测试嘛，当时就是写的有一个软件，那个软件我知道后台，我就问他那个当时后台的那些数据是怎么样，他都有时候查，有时候不查，他有时候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我就在想，那就是在我明明知道结果、知道标准答案的情况下，他可能60%，如果你完全依赖于那个大语言模型的话，60%的情况。他是说对的，另外40%他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然后给你感觉还是完全是对的。然后我问了 AI 2遍，我说为什么你骗我，为什么你不查？然后后来他又改变说对不起，是我大意了，所以说他的标准答案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就是目前的 AI。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包括我用那个就是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